徐福贵生活在江南一座普通的乡下村庄，村子挨着河道，田地连片，世代村民都靠耕种土地过日子。在福贵年轻的时候，他是整个村子里最出名的地主少爷。福家祖上几代人勤恳种地，勤俭持家，一点点攒下了厚实的家底。村里大半的良田，河边最好的水田，几乎都是福家的产业。家里盖着青砖黑瓦的大院落，院里分前后两进，有宽敞的天井，整齐的厢房，独立的粮仓和牲口棚。家里常年雇着长工、短工，不用自家人力下地劳作，一年四季衣食无忧，家境殷实。生在富足家庭的福贵，从小被家里娇养长大，没吃过一点苦，没受过一点累。他不爱读书，坐在学堂里只会走神发呆，字认不得几个，书也背不下来。先生屡屡摇头，劝他用心读书，他转头就抛在脑后。他更不爱干活，每次看见田里弯腰劳作的村民，家里辛苦忙碌的长工，心里只觉得麻烦辛苦。他整日无所事事，天亮就起身晃悠，日落还在外游荡，唯一的乐趣就是往城里跑。那时候的县城不大，街上有商铺、酒馆，也有藏在巷子里的赌场，是福贵最常去的地方。他每天进城，要么在街上闲逛玩乐，要么泡在赌场里赌钱，日日如此，从不间断。福贵的父亲是个性子硬朗、极好体面的老人，一辈子守着祖业，勤恳规矩，在村里说话有分量，人人敬重。看着唯一的儿子终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老爷子心里又气又急。只要福贵夜里回家，父亲就会站在院里厉声训斥，一遍遍告诫他要收心顾家，戒掉毒瘾，学好做人，守住祖辈传下来的家产。有时候气得厉害，还会拿起拐杖敲打地面，逼着他认错悔改。可福贵年轻气盛，心性浮躁，半点听不进长辈的教诲。父亲越是管束，他越是逆反。早上出门更早，晚上归家更晚，索性避开父亲，整日在外胡闹。福贵的母亲性子温和柔软，心地善良，一辈子温顺待人，从不与人争执。她心疼自己的儿子，舍不得严厉打骂。每次看见福贵荒唐胡闹，只会轻声劝说，温柔开导。她常常坐在门口，等着深夜未归的儿子，盼着他早日懂事，踏实过日子，盼着他能扛起家庭的责任。可温柔的话语终究拉不回沉迷玩乐的福贵，他依旧我行我素，日日进城挥霍赌钱，荒废光阴。在福家还算安稳的时候，家里早早给福贵定下了一门亲事。女方是城里老字号米行的老板女儿，名叫家珍。家珍从小家教端正，温柔乖巧，勤快懂事，长得清秀干净，待人谦和有礼。
嫁到乡下福家之后，家珍从未嫌弃乡下的简陋，也从未抱怨丈夫的荒唐。每日天刚蒙蒙亮，村里人还没起身，家珍就已经早早起床。她先打扫整个院落，清扫天井，擦拭门窗，收拾厅堂，再生火做饭，烧水沏茶，把公婆的早饭、热茶一一备好。白天她洗衣缝补，收拾杂物，打理家事，夜里还要检查院落，收拾碗筷，把偌大的家事打理得井井有条。成婚之后没多久，家珍就怀上了孩子。怀孕之后，她的身体日渐笨重，走路缓慢，时常疲惫乏力。本该好好休养，被人照料，可家里大小琐事依旧全靠她一人操持。福贵依旧日日进城赌钱，清晨出门，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有时候赌得兴起，直接在城里通宵不归，把家里的妻儿、老人彻底抛在脑后。家珍看着空荡荡的院落，看着日渐衰败的家风，心里满是担忧和委屈。她无数次趁着福贵回家，轻声细语地劝说他回头，让他不要再沉迷赌钱，好好守着家业，守着家人，为未出生的孩子积福，为老人尽孝。彼时的福贵完全不懂珍惜，也毫无为人夫、为人子的担当。他被赌博的乐趣彻底迷住，心里只有赌桌上的输赢，完全看不见妻子的辛苦、老人的忧心。每次家珍开口劝说，他都会心生厌烦，轻则冷脸呵斥，出言顶撞，重则直接动手推搡，发脾气。有时候当着下人的面，也丝毫不顾家珍的脸面，肆意发泄自己的坏脾气。家珍受尽委屈，眼眶常常泛红，夜里独自偷偷落泪，却从来不会大吵大闹，依旧默默收拾家务，孝顺公婆，安安稳稳守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村里人看在眼里，都替家珍可惜，觉得这般温柔懂事的姑娘，偏偏嫁了一个不成器的少爷。福贵在常年进城赌钱的日子里，结识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龙二。龙二比福贵年长几岁，是城里混迹多年的老赌徒，深谙赌场的各种门道，心思缜密，诡计多端，最擅长伪装和善，算计旁人。龙二第一次见到出手阔绰、单纯无脑的福贵，就一眼看穿了他的底细。家底丰厚，涉世未深，嗜赌成性，毫无防备心。从那天起，龙二就刻意主动靠近福贵。每次福贵进赌场，他都会主动凑过来搭话，陪赌闲聊。为了彻底套牢福贵，龙二用足了心机。他从不一开始就让福贵输钱，每一次对局都刻意放水，故意让局，让福贵每次都能赢上一些小钱。有时候赢几枚铜板，有时候赢几块银元，到手的钱财不多，却足够让福贵心花怒放，自信心膨胀。几次下来，福贵彻底飘了，认定自己天生赌运极好，赌技高超，不用种地，不用干活，
单单靠赌钱就能发家致富，守住家业，甚至赚得更多。龙二平日里还会陪着福贵在城里喝酒闲逛，逛街玩乐，处处顺着福贵的心意说话，把福贵哄得满心欢喜。福贵彻底放下了所有防备，把心机深沉的龙二当成了知心好友、玩乐知己，对他言听计从，毫无戒备。从此，福贵的毒瘾越来越重，从最初的偶尔小赌变成了日日豪赌。他不再过问家里的田地收成，不再打理家中账目，不再听从家人劝说，每天睁眼就想着进城赌钱，夜里沉迷赌局，不愿归家，把祖辈积攒的家业一点点推向深渊。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福贵的赌注越下越大，从最初的几枚铜板，慢慢变成几块银元、几十块银元，输赢动辄牵扯家里的积蓄。他彻底沉迷其中，输了就想着翻盘赢回来，赢了就想着乘胜追击多赚一些，陷入了赌徒最可怕的恶性循环。家里的积蓄被他一点点挪去赌桌，田地的收成也被他私自变卖换钱，家里的产业被他肆意挥霍，无人能拦。时机成熟之后，龙二终于收起了所有伪装和善意。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天气微凉，夜色深沉，赌场里灯火通明，人声嘈杂。福贵像往常一样进城，准备靠着赌钱赢些钱财。龙二主动拉着他坐进赌局，全程神色平静，不露声色。这一夜的赌局漫长又煎熬，从天黑持续到天亮。福贵一局接一局的输，每一次都抱着翻盘的希望加注钱财，却每一次都落得空局。龙二步步紧逼，算计精准，牢牢掌控着整场赌局的走势。天快亮的时候，整场赌局尘埃落定。一夜之间，福贵输掉了家里所有的现银积蓄，所有的水田旱地，所有的宅院商铺。为了翻本，他甚至签下了白纸黑字的抵押契约，把祖祖辈辈居住的大院、赖以生存的全部田产，统统抵押抵债。等他回过神来，所有家业已经尽数归到了龙二名下。看着纸上鲜红的手印，清晰的字迹，福贵瞬间浑身发冷，手脚冰凉，彻底慌了神。可一切已成定局，再也无法挽回。第二天清晨，天色刚亮，龙二就带着赌场的债主、见证人一同来到村里收产。一行人浩浩荡荡走进福家大院，拿出契约当众核对，按照约定收走所有房产、田产。村里的村民纷纷围在院外围观，议论纷纷。人人都在惋惜好好的富家大院，一朝之间易主，感慨福贵荒唐败家，自毁家业。福贵一家人被强硬赶出了居住几代的青砖大院，偌大的宅院，整齐的厢房，宽敞的天井，堆满粮食的粮仓，喂养牲口的棚舍，全都不再属于他们。
一家人别无去处，只能搬到村口最偏僻、最破旧的一间茅草屋暂住。这间草屋低矮狭小，墙体是黄泥堆砌的，凹凸不平，多处开裂。屋顶铺着薄薄的枯草，一到下雨天就四处漏水，地面常年潮湿泥泞，墙角长满青苔。刮风的时候，冷风从墙缝、门缝、窗缝钻进来，屋里寒意刺骨。屋内只有一张破旧的木床，一张歪扭的木桌和几条长凳，空空荡荡，简陋至极，和从前富丽宽敞的大宅形成了天壤之别。家道彻底败落，让福贵年迈的父亲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老爷子一生体面做人，勤恳守业，一辈子爱惜民生，看重祖业，在村里从未受过半点冷眼和屈辱。如今唯一的儿子亲手败光全部家业，全家老小沦落草屋，被全村人围观议论，惋惜嘲讽。这份羞耻和绝望彻底压垮了老人的身心。从搬入草屋那天起，福贵的父亲就整日沉默不语，呆坐门前。他不再出门走动，不再与人交谈，三餐吃不下几口，夜里彻夜难眠，心里装满了羞愧、愤怒和失望。日积月累的郁结堵在心里，让他迅速积劳成疾，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很快就卧病在床。老人躺在床上，日渐消瘦，气息微弱，没熬过多久，就带着满心遗憾和屈辱撒手离世。父亲下葬的那天，天色阴沉，冷风阵阵。福贵穿着简陋的孝衣，跪在泥泞的土路上，看着父亲的棺木一点点埋入黄土，心里第一次涌起深入骨髓的悔恨。他终于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多年的贪玩、荒唐、任性，毁掉了祖辈的基业，逼死了一生要强的父亲，拖累了无辜的家人。可悔恨无用，逝者已逝，所有的过错都无法弥补。曾经被众人敬重的福家少爷，彻底成了全村人鄙夷、惋惜的败家子。往日围绕身边的玩伴尽数散去，无人再与他交好。为了活下去，为了养活卧病体虚的母亲，身怀6甲的妻子，从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福贵，彻底放下了所有少爷的娇气和骄傲。他拿起了从未碰过的锄头、镰刀、扁担，开始学着下地种田、挑水浇地、收割庄稼，干起了村里最苦最累的农活。刚开始劳作的日子异常艰难，他皮肤娇嫩，力气不足，不懂农活技巧，握不住厚重的锄头。第一天耕地下来，双手就磨出了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火辣辣的疼。挑担子的时候，粗糙的扁担压在细嫩的肩膀上，压出一道道红肿的压痕，肩膀酸痛发麻，每走一步都格外吃力。烈日暴晒，风雨侵袭，从前养尊处优的皮肤被晒得黝黑粗糙，
整个人累得腰酸背痛，浑身乏力。夜里躺在床上，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可他不敢偷懒，不敢停歇，为了一家人的口粮，只能日复一日咬牙坚持。数月之后，天气转暖，草木繁茂，家珍顺利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一家人给孩子取名凤霞。小小的凤霞眉眼清秀，安安静静，不哭不闹，格外乖巧，成了破败草屋里唯一的光亮。彼时的家珍身体还未完全休养妥当，身体依旧虚弱。福贵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干活愈发勤快卖力。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下地，直到天黑透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拼尽全力耕种田地，只为让母亲、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能吃上一口饱饭。凤霞出生没过多久，家珍再次怀上了身孕。此时福贵还在家中，每日守着妻儿，照料老母，勤恳种地。日子虽然清贫辛苦，却是家道败落后最安稳的一段时光。夫妻俩满心期盼，盼着再来一个孩子，给清冷的家里多添一份热闹。往后姐弟相伴，也能彼此照应，相互扶持。几个月后，家珍顺利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健壮的男孩。福贵为他取名有庆。有庆生下来哭声响亮，眉眼灵动，格外精神。小小的新生命让本就温暖的小家愈发热闹。一双儿女环绕膝下，母亲身体也算安稳。福贵心里充满了底气，干活更有劲头，一心想着好好劳作，守护好一家人的安稳日子。日子刚刚有了一丝安稳的模样，新的磨难又接踵而至。福贵的母亲本就身体虚弱，常年操心家事，忧心儿女，加上家道败落之后，日日吃糠咽菜，劳累忧思，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起初只是偶尔咳嗽，浑身无力，后来渐渐精神萎靡，食欲不振，最后彻底卧病在床，连起身喝水、翻身的力气都没有。那个年代，乡下医疗条件极差，村里没有正经大夫，只有略懂草药的老人，只能处理些许小毛病。福贵家里一贫如洗，没有钱财请城里的大夫，更买不起治病的药材，只能靠着一点温水、粗粮勉强维持。老人的病情日渐加重，呼吸越来越微弱，面色蜡黄憔悴，眼看着就要撑不住了。看着奄奄一息的母亲，福贵心急如焚，满心愧疚。他知道母亲的病都是被自己的荒唐、家里的清贫拖累出来的。为了救母亲的性命，他下定决心独自进城，恳请大夫出诊，购买药材，哪怕吃苦受累，也要把母亲的病治好。安顿好家珍和年幼的凤霞，叮嘱妻子好好照看家里，照顾孩子。福贵简单收拾了一下衣物，匆匆踏上了进城的路。彼时世道动荡不安，国内战火不断，
各地军队四处调动，为了补充兵力，沿路大肆抓捕青壮年男子，充作壮丁。百姓人心惶惶，四处躲避，人人都怕被抓走当兵，远离家乡，生死难料。福贵走在乡间通往县城的土路上，一路快步前行，满心都是救治母亲的念头，丝毫没有察觉到潜藏的危险。快要靠近城门的时候，一队行军的士兵突然迎面走来，拦住了整条道路。士兵眼神凌厉，态度强硬，沿路排查所有年轻男子，但凡体格尚可的，一律强行抓走充军。福贵来不及躲闪，直接被士兵拦下。他慌忙开口解释，说家中有重病垂危的老母亲、体弱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幼女，全家都靠他养活，恳请士兵放他回家救人。可战乱年代，人命最是廉价，士兵只顾执行命令，根本不听他的哀求与解释。几根长枪抵在身前，福贵根本无力反抗，被士兵粗暴地拖拽着编入了队伍。他眼睁睁看着进城的路就在眼前，却再也无法前行，只能被迫跟着大部队转身远离家乡。从此，他彻底失去了自由，被迫随军远行，开启了数年颠沛流离的当兵生涯。随军行军的日子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煎熬。每天天还未亮，号角声就会准时响起，所有士兵必须立刻起身集合，整装赶路。一日行军数十里，甚至上百里，双脚不停歇地往前走，鞋底磨穿，脚底起泡，双腿肿胀是常态。走到脚实在疼得厉害，只能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咬牙前行，没有停歇的机会。军中物资极度匮乏，粮食严重短缺，平日里很难吃到正经的粮食，大部分时间只能吃干涩的粗粮、发霉的杂粮，偶尔断粮就只能啃树皮、挖草根，喝浑浊的河水充饥。很多士兵因为长期饥饿、营养不良，浑身浮肿，体弱多病。冬天寒风刺骨，士兵没有厚实的棉衣，没有保暖的棉被，夜里只能几个人挤在一起抱团取暖，冻得浑身发抖，彻夜难眠。夏日酷暑炎炎，烈日暴晒，汗水浸透衣衫，蚊虫肆意叮咬，身上长满红疹、脓包，瘙痒疼痛，无药可治。比饥饿寒冷更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死亡。行军路上随时会遭遇突袭、炮火、枪战，每一次交战都是血肉横飞，生死一线。福贵亲眼看着身边朝夕相伴的战友，前一秒还在和自己说话，一起赶路，下一秒就被枪弹击中，直直倒在地上，再也无法起身。他见过满地鲜血，遍地尸体，见过重伤士兵的痛苦哀嚎，见过无人收尸的荒野亡魂。残酷的战场日日刷新他对死亡的认知，让他整日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
无数个难熬的日夜，支撑福贵咬牙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回家。他的心里时时刻刻装着家乡的亲人，想着卧病在床的母亲，独自撑家的家珍，嗷嗷待哺的小凤霞。他无数次在深夜蜷缩在冰冷的地面上，默默思念家人，偷偷落泪，一遍遍祈祷战争早日结束，祈祷自己能活着回到村子，回到家人身边。不管前路多险，日子多苦，生死多难，他都死死咬着牙坚持，不敢倒下，不敢放弃。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整整数年时光，就在无尽的行军、打仗、煎熬中悄然度过。漫长的战争终于落下帷幕，局势逐渐安稳，军队正式解散，所有被抓来的壮丁全部恢复自由，准许返乡归家。得知可以回家的那一刻，福贵积压数年的委屈和苦楚瞬间涌上心头，他顾不上激动落泪，立刻收拾简单的行李，迫不及待踏上归途。回家的路途遥远又艰辛，没有车马代步，全程只能靠双脚行走。福贵日夜兼程，风雨无阻，白天顶着烈日，迎着风雨赶路，夜里随便找一处破庙、墙角、树下将就歇息，饿了就啃一点干粮，渴了就喝一口河水，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回家，早点见到家人。历经数十天的长途跋涉，走过无数山路、土路、河道，福贵终于远远看见了熟悉的村庄轮廓。村口的老树，熟悉的河道，田间的小路，一切都和记忆中一样，可他的心里却莫名慌乱不安。数年杳无音信，生死未卜，家里的一切他全然不知。走进村子，熟悉的乡邻看见风尘仆仆、衣衫破旧的福贵，都格外惊讶。福贵立刻拉住村里人，急切询问家里的情况。乡邻看着他，眼神惋惜，语气沉重，慢慢告诉他这些年家里的变故。在他被抓走当兵，常年没有半点消息的日子里，他的母亲日日倚门盼望，夜夜思念游子，病情反复加重，日日熬，夜夜等，最终没能撑到他归来，带着无尽的牵挂和遗憾病逝离世。老人走的时候，身边没有儿子陪伴，孤零零一个人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福贵瞬间浑身僵硬，心口剧痛，眼泪瞬间汹涌而出。他跪在村口的泥土里，失声痛哭。他拼命赶路，拼命活着，一心想着回来救治母亲，孝顺母亲，最终却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没能为老人送终尽孝，留下了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遗憾。平复了许久的情绪，福贵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自家的茅草屋。远远的，他看见了一个瘦弱的小女孩站在屋前，身行单薄，安静伫立，看着陌生又熟悉。这就是他离别时嗷嗷待哺的女儿凤霞。
可无论福贵怎么开口呼唤，凤霞都没有任何反应，眼神平静，毫无波澜，只是静静看着他。家珍哭着告诉福贵，在他离家的第2年，年幼的凤霞突然染上重病，连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村里没有大夫，家里没钱买药治病，只能任由孩子硬扛。好不容易熬过了生死难关，保住了性命，高烧却彻底烧坏了孩子的听觉和声带。从那以后，凤霞彻底听不见任何声音，也无法开口说话，变成了一辈子的哑巴。小小的孩子从此被困在无声的世界里，默默长大。看着安静怯懦、无法言语的女儿，福贵心里满是刺骨的愧疚。是他的荒唐，他的缺席，让年幼的孩子早早承受病痛折磨，命运不公，失去了听闻世界、开口说话的权利。他伸出手，轻轻抱住凤霞，瘦弱的小女孩微微僵硬，慢慢抬手抱住了这个陌生的父亲。这数年的艰难岁月里，是家珍一个人咬牙撑起了整个风雨飘摇的家。丈夫杳无音信，生死不明；婆婆重病缠身，无人照料；幼女年幼弱小，需要喂养。家里没有男人干活，没有稳定粮食，没有钱财度日，所有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家珍一个弱女子身上。为了活下去，家珍学着下地干农活。从前她是城里米行老板的女儿，从未碰过农具，从未吃过农苦。可为了孩子和老人，她硬生生逼自己学会了耕田、除草、种菜、收割。她的双手原本细腻白净，几年农活做下来，磨出了厚厚的硬茧，布满细小裂口，粗糙的像常年劳作的农妇。每天天不亮，家珍就抱着年幼的凤霞起身，先烧水煮粥，喂孩子吃完稀粥，再独自扛着锄头下地，白日在田里弯腰劳作，风吹日晒，辛苦流汗。傍晚归家，还要洗衣、做饭、喂牲口、收拾屋子，夜里还要照看生病的婆婆，常常忙到深夜才能合眼。最艰难的日子里，村里有人劝她改嫁，说福贵大概率死在战场，再也回不来了。她没必要守着一个空家，熬着无尽的苦日子。可家珍从来没有动心，她心里始终抱着一丝希望，坚信福贵还活着，总有一天会回来。哪怕日子再苦、再累、再无助，她也咬牙坚持，不肯抛下这个家。福贵离家后，家里的天彻底塌了一半。家珍独自一人，拖着尚且虚弱的身子，照顾着年迈多病的婆婆，刚满1岁的有庆和年幼懵懂的凤霞。一家4口的所有生计，全靠她一个弱女子硬扛。农忙时节，她天不亮就下地，天黑才归家。不懂农活，就一点点摸索，手上磨满厚茧，裂口流血，也从不喊疼。农闲时，她在家纺纱缝补，喂饭洗衣，照看老人孩子，日日忙到深夜。
为了让老人孩子吃饱，他常常饿肚子，把仅有的粗粮稀粥省下来，自己靠野菜汤水充饥，常年营养不良，劳累过度，身体渐渐落下病根，时常咳嗽、头晕、浑身无力，却从来没有片刻时间休养。福贵归家之后，看着瘦弱憔悴、满身疲惫的家珍，看着2个受尽苦楚的孩子，心里又酸又痛。他暗暗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胡闹、不任性，一辈子好好干活，好好顾家，把亏欠家人的一点点弥补回来。团聚之后的日子，虽然清贫，却总算有了烟火气。福贵包揽了家里所有重活，每日勤勤恳恳下地种田，挑水施肥，收割庄稼，砍柴挑粮，从早忙到晚，一刻也不肯停歇。他再也没有踏进城半步，彻底戒掉了毒瘾，断掉了所有玩乐的心思，心里眼里只有家里的几亩薄田和一家人的温饱。家珍身体虚弱，干不了重活，就留在家里打理家务，缝补衣物，照看孩子。凤霞虽然听不见，说不出话，却格外懂事，小小年纪就跟着母亲学做家务。她会扫地、擦桌、喂鸡、洗菜，会帮着照看年幼的弟弟有庆。有庆从小听话，不吵不闹，跟着姐姐长大，从小就知道心疼家人。姐弟俩的感情格外要好。凤霞不能说话，无法用言语表达关心，就用行动处处护着弟弟。有庆年纪小，不懂姐姐的残缺，只知道姐姐最疼自己，凡事都让着姐姐，陪着姐姐。村里有调皮的孩子欺负凤霞，嘲笑她不会说话，有庆总会第一时间冲上去护着姐姐，哪怕打不过别人，也不肯退让。日子一年一年缓缓过着，一家人靠着几亩薄田勉强糊口。年成好的时候，粮食勉强够吃；年成差，遇上旱灾涝灾，田里收成锐减，一家人就只能靠野菜、红薯、稀粥度日。常年吃不上一顿干饭，吃不上一点油水，大人苦熬，孩子也跟着受苦。姐弟俩从小就瘦弱单薄，面黄肌瘦，却从来不会哭闹撒娇，索要吃食。有庆长到7岁，村里开办了乡村小学，附近村子的孩子都可以免费上学。福贵和家珍商量着，再苦也不能苦孩子，一定要送有庆去读书。他们盼着有庆好好念书，学识字，懂道理，将来不用像父辈一样一辈子种地受苦，受人欺负。从上学那天起，有庆就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他听话懂事，读书认真，上课专心听讲，下课认真写字，从不调皮捣蛋、逃课贪玩。因为家里离学校远，走路要耗费很久，为了省时间、省鞋子，有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空腹跑步去学校。清晨的露水打湿他的裤脚，
清晨的冷风刮得小脸通红，他也从不喊苦。放学之后，他又一路跑步回家，从不沿路逗留玩耍。回到家，放下书包，立刻放下身段干活，放牛、割草、喂猪、捡柴，力所能及的活全部主动包揽，帮父母分担生活压力。有庆最疼母亲家珍，家珍身体不好，常年咳嗽，体弱乏力，不能太过劳累。有庆每次看见母亲累得弯腰喘气，就会主动接过母亲手里的活，不让母亲多辛苦。村里人每次看见懂事勤快的有庆，都会夸赞福贵有福气，养了个孝顺乖巧的好儿子。福贵和家珍听着心里温暖，再苦的日子也觉得有盼头。凤霞慢慢长大，出落得越来越清秀端正。她虽然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却心思细腻、温柔善良，眼里总是带着温和的笑意。她手脚勤快，做事利落，家里的家务做得比大人还要整齐干净。村里的邻里都喜欢她，谁家有零碎活计，都愿意叫她帮忙，也从不欺负她的残缺。看着2个孩子慢慢长大，日子安稳踏实，福贵心里渐渐踏实下来。他以为熬过了家道败落，熬过了战火别离，熬过了数年清贫，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可命运的苦难从来不会轻易止步。有庆13岁那年，镇上和城里联合开展公益献血活动，各个乡村学校都要选派学生进城献血。当时的老师和村民都不懂献血的风险，只以为是救人的好事，积极配合上级安排，挑选身体健壮的学生前往城里医院。有庆从小经常跑步，身形虽然瘦弱，但是心肺活跃，体质干净，被老师选中参与献血。出发那天清晨，有庆照常早起，跑步赶到学校，跟着老师和其他同学一起徒步去往城里的医院。临走前，他还特意跟父母挥手告别，眼神干净，笑容乖巧。谁也没想到，这是他和家人的最后一面。到了医院之后，其他同学依次少量献血，很快就结束离开。唯独轮到有庆的时候，医院的主治医生发现有庆的血液质量极好，十分适合救治重症病人。当时医院里有一位身份特殊的重症病人，急需大量血液，血库紧缺。医生为了抢救病人，完全不顾有庆年纪幼小，身形单薄，强行持续抽取他的血液。一开始，有庆还能咬牙坚持，安静坐着不动，配合医生抽血。随着血液一点点不断流出，他的脸色从正常变得苍白，嘴唇慢慢失去血色，额头冒出大量冷汗，头晕眼花，浑身发软。他小声告诉医生自己难受，浑身无力，想要停下，可医生全然不理，依旧继续抽血。大量的血液持续流失，一点点抽空了这个13岁孩子单薄的身体。
有庆的视线渐渐模糊，身体不停摇晃，最后直接软软倒在椅子上，彻底失去了意识。医生这才停下动作，慌忙查看，可一切为时已晚。长时间超量的抽血让有庆严重失血，心脏骤停，小小的生命永远停在了献血台上。老师和同学们瞬间慌作一团，没人敢相信活泼健康的有庆会突然离世。医院草草处理后事，让老师立刻把消息带回村子，通知福贵和家珍。当噩耗传到村里的时候，福贵正在田里弯腰插秧，家珍在家里缝补衣物。香菱匆匆跑来，神色慌张，语气沉重，告诉他们有庆出事了，人已经没了。夫妻俩瞬间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早上还笑着出门，乖巧懂事的儿子，短短半天时间就彻底和他们天人永隔。家珍身子一软，直接瘫倒在地，眼泪瞬间奔涌而出，浑身颤抖，泣不成声。福贵站在田里，手里的锄头直直掉在泥水里，手脚冰凉，浑身麻木，连呼吸都带着刺骨的疼。福贵立刻跟着香菱快步赶往城里，一路狂奔，一路心慌，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希望是消息传错，是误会。可当他在医院看见静静躺着一动不动的有庆，看见孩子苍白无色的脸庞，冰冷的小手，最后一点希望彻底破碎。福贵抱着儿子冰冷的身体，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他一辈子吃苦受累，咬牙坚持，所有的辛苦都是为了孩子，可命运却硬生生夺走了他最乖巧、最孝顺的儿子。他心疼、悔恨、绝望，却无力改变分毫。无奈之下，福贵只能忍着撕心裂肺的悲痛，把有庆的遗体带回村里。家里贫穷，置办不起隆重的丧事，只能简单打一口薄棺，悄悄把有庆葬在村子后山的泥土里。没有鞭炮，没有锣鼓，没有热闹的送别，只有父母无尽的眼泪和无尽的悲伤。自从有庆走后，茅草屋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原本热闹的家瞬间变得死寂冷清。家珍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身体彻底垮掉。她整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咳嗽越来越严重，常常整夜无法安睡，精神日渐萎靡，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和笑意。福贵强忍悲痛，独自扛起了家里所有的重担。白天他埋头种地劳作，用繁重的农活麻痹自己，不敢停下来。只要一闲下来，失去儿子的剧痛就会席卷全身。夜里夜深人静，他常常坐在屋檐下发呆，看着空荡荡的院子，想起有庆活泼的身影，乖巧的模样，心里满是无尽的悔恨和悲凉。
他无数次自责，若是当初自己没有荒唐败家，一家人依旧住着大院，衣食无忧，有庆或许就不会活得这般辛苦，不会早早离世。家珍的身体一日衰过一日，常年的忧思、劳累和丧子之痛彻底掏空了他的身子。他原本温润的脸庞日渐枯瘦，脸色常年蜡黄，咳嗽的毛病越来越重，稍微动一动就气喘不止，浑身乏力。从前还能勉强打理家务，如今连起身走动都格外费力，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静养。福贵一边种地养家，一边悉心照料卧病的妻子，还要照看沉默寡言的凤霞，一人撑起整个风雨飘摇的家。日子过得苦涩又煎熬，岁月缓缓流淌，日子在清贫和悲伤中一年年过去。曾经懵懂瘦小的凤霞，慢慢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命运格外苛待这个女孩，无声的世界困住了她10几年，却从未磨掉她骨子里的温柔和善良。她虽然听不见，说不出话，却心思通透，眉眼温柔，比村里所有同龄姑娘都勤快懂事。每日天刚亮，凤霞就早早起身，帮着父亲打扫院落，生火做饭，洗衣缝补，把家里所有细碎的家务包揽得干干净净。母亲身体不好，她就日日守在床边，给母亲端水喂药，捶背揉肩，细心照料起居。父亲下地劳作辛苦，他会提前做好热饭热水，等着父亲归家。农忙时节，他还会跟着福贵下地，帮忙除草、拾穗、收割，手脚麻利，做事利落，从不偷懒，从不抱怨。村里的邻里街坊都格外心疼凤霞，也格外喜欢这个安静善良的姑娘。人人都知道她命苦，自幼残疾，受尽苦难，却始终温柔待人，勤恳做事，品性端正，心地纯粹。不少乡邻私下感慨，凤霞这般好的姑娘，偏偏生来受苦，实在可惜。福贵看着女儿日渐长大，心里又欣慰又心疼。他亏欠这个女儿太多，从年少荒唐败家，到中途离家征战，一辈子都没让凤霞享过一天福。随着凤霞年纪越来越大，村里的好心人都开始帮着留意合适的亲事。福贵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凤霞找一个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靠谱人家。他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对方不嫌弃凤霞的残缺，能真心待她，好好护她，让这个苦了一辈子的女儿往后能有人疼爱，安稳度日，不用再跟着自己受苦受累。在凤霞20岁这年，村里的媒婆给她介绍了一门好亲事。男方是城里的工人，名叫二喜。二喜是个实打实的老实人，为人忠厚本分，性格温和沉稳，手脚勤快，吃苦耐劳，在城里做搬运工，有稳定的手艺和收入。
踏实能干，品行端正。最难得的是，二喜听闻凤霞的情况，不仅没有半点嫌弃，反而格外心疼这个命苦的姑娘。相亲那天，二喜特意收拾得干净利落，提着简单的礼品来到福贵家。他没有城里工人的傲气，待人谦和，礼数周全。见到福贵和家珍，恭敬有礼，沉稳稳重，主动问好，主动搭话。看见安静站在一旁的凤霞，她眼神温柔，态度端正，没有丝毫打量轻视，举止得体，温润真诚。落座之后，二喜主动帮着家里干活，挑水劈柴，收拾院落，默默包揽了家里的重活，勤快又踏实。他耐心听着福贵叮嘱家事，认真回应每一句话，句句真诚，字字恳切，直言自己知晓凤霞善良懂事，往后定会好好待她，护她一生，绝不委屈她，亏待她。福贵和家珍看在眼里，暖在心里。他们见过太多嫌弃凤霞残疾、敷衍了事的相亲对象，唯独二喜真诚恳切、踏实稳重，眼里满是真心，没有半点虚假和算计。夫妻俩悬了多年的心，终于彻底放下，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两家商定好婚期，简简单单置办了婚事，没有奢华的排场，没有贵重的嫁妆，没有热闹的锣鼓鞭炮，只有邻里几句祝福，一家人的期盼。凤霞安安静静嫁给了二喜，开启了她短暂人生中唯一一段安稳幸福的时光。婚后的日子，二喜兑现了自己所有的承诺，他把凤霞宠成了最幸福的人。知晓凤霞听不见，说不出话，事事处处包容她，迁就她，呵护她。每日做工归来，第一时间回家陪伴凤霞，从不晚归，从不闲逛。家里的重活累活，他全部包揽，从不让凤霞辛苦操劳半点。凤霞虽然无法言语，却满心暖意，温婉回馈。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每日做好热饭热菜，收拾好屋子，安安静静等着二喜归家。夫妻俩朝夕相伴，彼此体贴，相互扶持，没有争吵，没有隔阂，日子平淡安稳，温暖治愈。苦了一辈子的凤霞，终于尝到了被人疼爱、安稳度日的滋味。不仅如此，二喜还格外孝顺福贵和家珍。他时常抽空回村看望二老，带些米面粮油、贴身衣物，补贴家里的生计，主动帮二老种地、劈柴、修缮房屋，事事贴心周到。对待久病卧床的家珍，他更是细心照料，耐心宽慰，事事体谅老人的不易。待二老如同亲生父母一般，安稳幸福的日子过了1年多，凤霞怀上了孩子。这个新生命的降临，让两家人都欣喜万分。历经半生苦难的福贵，终于看到了苦尽甘来的希望。家珍久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日日盼着外孙出生，盼着家里能再多一份热闹。二喜更是欣喜若狂，每日小心翼翼呵护凤霞，不让她受一点累，一丝委屈，满心期盼着孩子降临。10月怀胎，一朝分娩，临近生产之日，二喜早早收拾好东西，陪着福贵，带着凤霞去往城里的医院待产。彼时的乡镇医院条件简陋，医疗设备匮乏，医护人员人手不足，责任心参差不齐。没有人能预料到，一场本该圆满的新生会变成又一场灭顶的灾难。生产当日，凤霞阵痛剧烈，受尽折磨，却始终安静隐忍，默默咬牙坚持。历经数个小时的煎熬，凤霞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孩子哭声洪亮，模样可爱，一家人欣喜落泪，满心都是新生的喜悦。可谁也没有想到，生产过后，凤霞突发产后大出血，病情危急，性命垂危。面对突发的危重病情，医院的医护人员处置拖沓，救治不力，没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止血和抢救措施，一次次错失最佳救治时机。凤霞的出血量越来越大，身体迅速衰竭，脸色惨白如纸，气息微弱，意识渐渐模糊。福贵守在病房外，心急如焚，焦灼不安，一遍遍祈祷女儿平安。二喜抱着刚出生的孩子，一边护着幼子，一边担忧妻子，满心慌乱，手足无措。可命运终究没有眷顾这个苦命的姑娘。经过数小时的无效抢救，凤霞最终因为大出血不止，脏器衰竭，永远闭上了眼睛。刚迎来新生的喜悦，瞬间被天人永隔的悲痛彻底击碎。二喜抱着襁褓里的孩子，看着静静离世的妻子瘫坐在地上，泪流满面，痛不欲生。福贵站在一旁，看着毫无生气的女儿，浑身僵硬，心口剧痛，半生的苦难和离别涌上心头，绝望和悲凉彻底淹没了他。他拼尽全力护了一辈子家人，却终究没能留住自己最心疼的女儿。凤霞的离世成了压垮家珍的最后一根稻草。家珍卧病多年，全靠心里的念想支撑度日。女儿的幸福，外孙的降生，是她最后的精神寄托。如今女儿骤然离世，所有期盼尽数破灭，她的身心彻底垮掉，精气神瞬间消散。没过多久，这位隐忍一生，苦了一辈子，从未享过一日福的女人，带着满心的遗憾和伤痛，安然离世，永远离开了这个满是苦难的世间，离开了相伴一生的福贵。短短数日，福贵接连痛失爱女、爱妻，原本渐渐有了盼头的家，再次坠入无边的黑暗。偌大的家里，如今只剩下苍老的福贵，悲痛不已的二喜，还有那个嗷嗷待哺的新生婴儿。二喜给孩子取名叫苦根，寓意孩子生于苦难，长于清贫。
也藏着对一家人坎坷命运的无奈叹息。往后的日子，二喜强忍丧妻之痛，撑起了破碎的小家。他一边在城里勤恳做工，赚钱养家，一边悉心抚养年幼的苦根，一边孝顺照料年迈的福贵。翁婿二人相互慰藉，彼此扶持，小心翼翼呵护着年幼的苦根，在清贫和悲伤中艰难度日。福贵把余生所有的温柔和疼爱全部倾注在了苦根身上。他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看透了命运的无常，这辈子所有的遗憾、亏欠、不舍，都化作了对苦根的疼爱。他舍不得孩子受一点委屈，吃一点苦，日日细心照料，耐心陪伴，满心期盼着苦根平安长大，无灾无难，能摆脱父辈的苦难，安稳顺遂过完一生。苦根在众人的呵护下慢慢长大，眉眼像极了凤霞和有庆，活泼乖巧，聪明懂事，格外惹人疼爱。可命运的捉弄从未停止，新的意外再次骤然降临。苦根4岁那年，二喜在工地做工时遭遇突发事故，施工现场的水泥钢架意外坠落，重重砸中正在干活的二喜。事故发生的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躲闪。沉重的钢架重创了二喜的身体，伤势极其严重，当场重伤昏迷。旁人慌忙将二喜送往医院抢救，可伤势过重，回天乏术。忠厚老实、孝顺靠谱的二喜，最终还是不幸离世。接连的噩耗彻底击垮了生活的所有希望。二喜的离世让这个本就破碎的家彻底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和顶梁柱。世间最后陪伴福贵的晚辈，只剩下年仅4岁、懵懂无知的苦根。一老一小，祖孙二人彻底成了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2个人，相依为命，苦熬度日。失去了二喜的支撑，祖孙二人的日子变得愈发清贫艰难。年迈的福贵体力日渐衰退，再也干不动重农活，只能靠着家里仅剩的几分薄田，种些粗粮野菜勉强糊口。年年粮食紧缺，日日食不果腹，祖孙二人常年吃糠咽菜，忍饥挨饿，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一口干饭。苦根从小跟着外公吃苦受罪，从未吃过香甜的零食、饱满的米面、温热的肉食，一辈子都在饥饿和清贫中挣扎。可孩子格外懂事，从不哭闹撒娇，从不索要吃食，默默跟着外公苦熬日子，乖巧得让人心疼。苦根7岁那年，又是一年青黄不接的时节，家里粮食彻底见底，连续多日只能靠野菜汤水充饥。看着孩子面黄肌瘦，身形单薄，日日挨饿的模样，福贵心里又疼又愧，满心都是亏欠。他省吃俭用，四处拼凑，好不容易攒下一点零钱，
特意去集市买了满满一锅新鲜的黄豆，打算煮熟了给苦根解馋，让常年挨饿的孩子好好饱吃一顿。黄豆煮熟后，香气四溢，是清贫日子里难得的美味。常年饿肚子的苦根，看见热气腾腾的黄豆，眼里满是光亮，满心欢喜。他太久没有吃过饱腹的吃食，一时欣喜急切，端起碗就大口大口狼吞虎咽，吃得又急又快，一刻也不肯停歇。福贵看着孩子爱吃的模样，心里既心疼又欣慰，只想着让孩子多吃点，吃饱点，没有及时阻拦。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份满心的疼爱，最终变成了致命的灾祸。常年饥饿，肠胃娇嫩的苦根，根本承受不住突如其来的暴食。大量黄豆堆积在肠胃里，无法消化，堵塞淤积，瞬间引发剧烈腹胀、肠胃绞痛。短短片刻，苦根就疼得满地打滚，脸色发青，呼吸急促。福贵瞬间慌了神，手足无措，心急如焚，慌忙找水喂服，揉按肚子，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孩子的痛苦，可一切都为时已晚。长期饥饿掏空的身体早已扛不住这般剧烈的积食损伤，小小的苦根最终没能熬过这场意外，永远倒在了外公的面前。苦根的离世带走了福贵生命里最后一缕光亮，最后一丝期盼。至此，他这辈子所有的至亲之人尽数离他而去。父亲、母亲、妻子家珍，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女婿二喜，外孙苦根，他爱过的、牵挂的、陪伴过的所有人都一一告别了人间。世间偌大，再无一人与他血脉相连，朝夕相伴。曾经热热闹闹、阖家团圆的家，彻底化为虚无，只留下一间空荡荡的老屋，一片熟悉的故土和一个饱经风霜、满头白发的孤独老人。全村人都以为接连遭遇灭顶之灾，尝尽世间极致苦难的福贵一定会彻底崩溃，消沉绝望，要么郁郁而终，要么疯癫落魄。可所有人都猜错了，历经半生生离死别、大起大落的福贵，早已看透了命运的无常，人生的苦难。在所有亲人尽数离世、孑然一身之后，福贵用仅剩的一点积蓄买了一头年迈的老黄牛。从此田野乡间，晨昏四季，只有一人一牛朝夕相伴，相守度日。每日天微亮，福贵就牵着老牛出门，去往田间耕地劳作。他依旧勤恳踏实，不急不躁，慢慢耕田，慢慢播种，慢慢打理田地，认真过好每一天。白日里，辽阔的田野寂静无声，只有老人耕作的身影，老牛踏实的步伐，一人一牛，默默耕耘，静静相守。傍晚日落西山，他牵着老牛缓缓归家，回到清冷空旷的老屋，独自生火做饭，独自进食休憩。无数个寂静的日夜，
他会静静坐在门前，看着漫天星辰，寂静村落，回想这辈子的点点滴滴，想起年少荒唐，家业凋零，想起战火流离，骨肉分离，想起妻儿温柔，阖家温暖，也想起一次次生离死别，肝肠寸断，心里有痛，有憾，有悲，有念，却再也没有了怨恨和绝望。岁月磨平了他所有的戾气，苦难沉淀了他通透的心境。他不再纠结过往的过错，不再沉溺逝去的悲伤，坦然接纳了命运赐予他的所有坎坷和孤独。村里的乡邻时常同情他孤苦无依，一生凄苦，可福贵的内心早已平和淡然。他熬过了家破人亡的绝境，熬过了战火纷飞的乱世，熬过了饥寒交迫的清贫，熬过了次次剜心的离别。命运夺走了他的财富、青春、亲人、幸福，却始终没能夺走他活着的勇气和坚韧。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四季轮回，岁月悠长，福贵和老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地活着。他的一生平凡又坎坷，苦难又坚韧，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没有轰轰烈烈的过往，只用一辈子印证了最简单也最坚韧的人生真谛。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修行，苦难是常态，离别是注定。人活着本身就是对抗苦难、接纳无常、坚守本心的最大勇气。哪怕孤身一人，满目风霜，一身清苦，只要好好活着，从容坦荡，就是生命最盛大的意义。